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GitHub 加速。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 GitHub， 有些代码都是托管在 GitHub 上的，尤其是在国内的环境下，可能 GitHub 时好时坏，就是非常不稳定。所以我之前的脚本很多加速的方面都是用的加速站来搞的，但是我用的是别人的。最近呢，用的那个源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就一直很头疼。我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考虑自建。最近呢，就整理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如果有对应小伙伴也是需要这样的GitHub 加速的，可以关注这一期节目。那我现在用上了自己的一个加速源目前看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是用 Cloudflare 的 Worker 这个功能来做反向代理来去实现的加速，也非常感谢我们 GitHub 这些开源的加速项目。节目最后的还会分享我的一个反向代理 GitHub， 这样呢我们查一些资料也是比较方便的，可以访问 GitHub 的站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个目的就是解决我们像什么在 Linux 里头拉取代码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这些大佬给我们提供的方案解决，他也是拿 AI 去编写的，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因为应该是搞技术的。原始的一个 GitHub 地址加速以后，它形成的一个 GitHub 地址，这个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域名，在人家原有的链接前面加上，你就可以实现 GitHub 加速了。代码呢是在这个里头，你只需要无脑复制就行了。我们需要有 Cloudflare 的账号，你可以自己注册一个。这块有一个 Worker 都在一个模块内。现有的 Worker， 它 Worker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代理服务类 Nginx 部分功能的一种存在，这边直接创建，但是它的优势就是直接托管在 CF 上，它不会需要额外的云服务器做载体，就选择 Worker， 我们这边直接创建。我也是最近才了解这个 Worker 的，之前一知半解，包括界面也改了不少，我们直接默认就行了。好，创建好以后再去修改，因为它默认好像不允许我们去直接修改。服务创建好以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编辑代码，看到了吗？这样的页面，这些代码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网页，包括网页后端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这边用的 JS 来写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直接删掉。这边删掉以后呢，右边就实时发生变化。我们把我们的刚才复制的代码复制进来，它就会实时监测，并且解析好以后呢，它就会呈现你网页里应该呈现的模样，输出的它的项目地址，我们就可以直接保存了保存下面绿的就 OK 了。 GitHub 加速站就已经搭建好了，我们直接这样的去访问，看我们访问出来的效果也跟我们刚才在那个编辑模式下的是一样的，表明这个域名目前是已经有这个 GitHub 加速功能了。那这个域名呢，不是我们常规的那种自己的域名，需要把它再路由一下，路由到我们自己的域名上。我们找科技蓝点 .com， 选择 DNS， 这边呢你就给它添加一个 DNS 记录你可以起个前缀 GH， 域名的结构就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的 IPv4 地址呢，你可以随便填因为它不会是关联到你的云服务器上，所以没有太多必要。只要是这样的一个 IPv4 的结构就可以了。我们直接点保存，因为它的目的是 Cloudflare 直接能托管。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 Worker 路由，它会去跟我们刚才搭建的那个进行关联，添加。对，这是我们刚解析的 3.3.3.3， 我们要添加我们刚才的 GitHub 加速的站点，点击添加，播出来一条记录，对吧？这时候你再访问这个，就相当于访问我们长的不好记的域名了。右键进来回车，那它也同样能返回出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块还是有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 Linux 里头拉取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边你编辑一下。你这个地方呢要加一个斜杠，加一个星号，同时也接管域名后面任何的 URL 路径。那我们就可以去 Linux 上去
试一下国内的阿里云的机器，我们来试一下。那我已经找到一个 GitHub 的地址，我们用这个 wget 来下载这个 zip 包博客的源码包，回撤。然后此时呢的话，就是国内环境拉取 GitHub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它需要很长时间，它可能会重定向到其他的地址，但是其他地址拉取也是比较困难，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配置上我们自己的域名，好，我们在原先的下载地址前面加上我们自己的域名，那我们回车，我们看一下，那这时候呢，它就很快速的就可以把这个源码拉下来了。我只想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因为这个需求对我来讲，对我的脚本里的很多代码来讲是非常有用的，只要能满足这样的一个加速就 OK 了。还有我们这个 GitHub 专用的文件 URL， 它同样也是支持的。那我们现在回车，它肯定是拉取不到的，或者说拉取比较慢。在原 URL 地址前，我们加上自己的配方，我们再回车。那这时候它就能把这个配置拉取下来了，就是 GitHub 大部分的加速业务就已经满足了。那所以这个项目呢非常简单啊，非常实用，目前用的还是比较舒服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前端带友好的页面的啊，这个就稍微更进阶一点，它其实支持很多种形式。那我们依然用我们 Worker 的这种形式啊，你找到这个 JS 啊 Worker 代码复制一下。依然选择这个 Worker 和这个，我们再创建一个，这时候可以改个名字啊，这样的好记一点。我们点击下一步，继续编辑代码。我们把这个大佬的代码复制过去，等它这边刷新。那它刷新出来以后呢，这边就是有带效果的了，可以看到了吗？来，我们试一下。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简约的页面。比方说我们刚才这个源码，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在网页上使用这个加速来下载。它问我保存到哪里？啊，它这样的就去下载了，同样也支持跟刚才的那种方式一样做前缀域名的加速。Worker 我们怎么管理呢？刚才创建的这个，你点开进去，有可能你说我代码可能写错了，你这边找到部署这块还会有一个编辑代码，然后你又能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了。啊，有些小伙伴可能第一次能编辑，到后头他可能找不到了。然后这边会罗列你编辑过了几次，这块管理你可以觉得这个我不要了，你可以直接这块点删除。你有了一个现成的服务，如何路由到你自己的域名啊，就按我刚才的那个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个直接把 GitHub 域名站反向代理了，我们怎么来玩？哎，我们依然找到这个域名，再解析一个地址，用这样的域名。找一台海外的机器，这个脚本呢会放到视频下方啊，你直接复制这个就可以了啊。运行一下我们科技蓝的脚本，好，脚本里头进来以后选择10，装一个 Nginx， 我们回车，然后它就开始装组件、装 Docker、装 Nginx。我为什么要用 Docker 版的 Nginx？ 因为它兼容性会比较好，任何的系统它都是轻松拿捏的，只要你有 Docker 环境，不会说是我还要对应发行版进行适配，这样代价很大。看到版本号就表明我们的 Nginx 就已经装好了，直接反向代理域名。好，我们把这个 IP 复制出来，填写到我们这个解析的这个地方，让这个域名来去代理我们的 GitHub。完成好以后，我们回到这边右键，直接把刚才我们解析这个域名复制进来，回车。这边呢会告诉我们需要代理哪个站，那我们就代理 GitHub 呗，纯域名啊，回车。它会申请证书，会直接走代理配置，跟我们刚才那2位大佬提供的代码啊，用 Worker 搭建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点进去，噔噔，我们直接把这个站给代理了啊，非常 nice， 就相当于你在这里头查一些 GitHub 上的代码资料，可能比较方便一点。时时刻刻观察你这个域名，依然是在你自己的站点下，看看人家的项目有哪些好项目。有这么多小伙伴用我的脚本，有点意思。你看，这都是把我的仓库给克隆下来的。我自己的域名下载，我没怎么试过，我可以试一下，好像是下不了的，貌似只能看不能下。它就是一个查资料用的呗。如果你想进阶的话，可能我要在 Nginx 里头那边再去额外的加一些判断配置啊，才能满足全站的加速。观光用是可以的。
目前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 GitHub 观光版。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2种 GitHub 加速的方案，一种是我们日常要拉取代码的时候的一种加速，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域名做反向代理域名来实现的观光版的 GitHub。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